朋友们，大家好啊！现在还是3月18号啊，不过现在是下午4点钟，外面呢现在是阴天了啊，感觉又要下雨。这一个月啊，这个阿里坎特啊这边，包括我们这边就没有好过，基本都是阴天，很少有阳光啊，都天天下雨，所以这个也很奇怪啊，就前几年都没碰到过这样的事情。那么我在家里面呢，我还是想聊点什么啊？本来想那个讲讲理财的啊，但我想了一想，算了，因为昨天啊，我坐在那个海边录节目，然后就是风不停的吹，那个风特别特别大，吹了以后回家我偏头疼了啊。你看我这个地方，我还自己用力揪了一揪啊，想把什么通过刮痧的方式去点寒气啊，就偏头疼，偏头疼，吃了2个那个止痛药啊，感觉都没什么用。好吧，那今天聊点什么呢？我先回答一下网友的问题啊，因为有网友给我留言，但是呢，我就打算用视频的方式去回答吧，啊，这样比较尊重一点啊，因为打字有时候可能要打很多，对吧？有的网友他问我，他说那个就是西班牙的非盈利移民啊，非盈利移民就是转换成永久居留啊，其实就是长居啊，就难不难？啊，其实不难的啊，就是你之前是怎么办非盈利的啊，这样的要求就你满足了，那么到了5年以后，你依然是这样的一个条件，可能会上升一点，随着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对吧？就比如说你之前的要求你多少资金啊，你能够通过的，那么到时候你再往上浮一些，那么就过了5年了，你就能通过的啊，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呢，就是通过了以后呢，呃，有很多人他对这个就不了解了。就你非盈利居留，你到了5年以后，你获得的这个居留虽然是长居啊，但是你还是非盈利居留，这个要了解。就这个非盈利居留是不能够工作的，也不能够就是上社保啊。你如果要去工作，要去就是做生意，你还要再转换成创业的居留和工作的居留啊，这个是一样的啊，就别人比如说他通过一个留学的签证，他来这里，然后他留完学以后，他嗯、呃找到工作了，他转换成工作居留了，他过5年他也能转换成一个长期居留，但他那个长期居留就是可以工作的啊，就是非营利居留，它其实也是一种可以说登录的一种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就是不能工作的。那么他很多就是很多人，有一些中介啊，他给你宣传，他说非营利居留啊，就是过5年变成长居，但这个长居是什么居留，他们没说，他就说这个是长居啊，这个长居是不能工作的那种类型。那如果要工作，还是要再转换成工作居留，转换成工作居留啊，那又就是说这个反正存在着，对吧？就找工作不好找，还有就是别人要给你这个工作啊，这个合同啊什么的，一般来说都是要收费的啊，就是反正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啊。那我想我回答的已经很清楚了啊。还有一个网友呢，应该也是经常看我视频的啊，他昨天问我，他说你昨天说的那个炒了几个下酒菜啊是哪些啊？我一般炒的下酒菜呢，像这个辣炒鱿鱼啊，还有铁板牛肉啊，还有这个青椒洋葱炒肉啊，还有那个麻辣豆腐不是麻辣豆腐，麻婆豆腐啊，反正我能烧挺多种不同的菜系的，什么卤肉饭什么这种我都行啊，还有什么红烧肉啊这种啊，就因为我这个人很好吃啊，然后呢，我也专门为了吃啊，我就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就是关于美食摄影相关的工作。我认识很多就这个大师啊，就是这种厨师、名厨啊，然后中国大陆的也有啊，什么港澳台的都有啊，就好多。然后呢，我也当时帮很多这种米其林啊，或者说一些特色餐厅去拍摄啊，所以我也看了很多，就是那些现场是怎么去做菜的。
并且我有自己的一些经验啊，就是我觉得，做菜这个东西啊，最主要的问题是，就是每一个步骤啊，你都是一定要很严格的啊，就像我们搞摄影一样，搞摄影的话，你就是拍的角度啊、光线啊，对吧？还有就是，你这个曝光很多这种具体的小的细节，你一定要给它做好。那我觉得好的、优秀的厨师啊，他也是一样的，他这种细节、这种小的这种细节，他都很精细，对吧？比如说你清洗的时候啊，还有什么用多少油啊、油温啊，然后盐下多少就这种细节啊，一个一个要有耐心啊，这样你就能做得好。如果耐心没有，就是很多事情你就这一步也省一下，那一步也省一下，那最后这个就不太会好啊。还有两个网友就是给我留言啊，说一些呃自己的这个保险的经历啊，我也感谢。有一个人说那个叫我去买一个萨尼达斯，对吧？我现在心里面想的是什么？我想就是我想买那个德国的安联保险啊，因为我现在觉得这种大的集团啊，我就比较信任，我真的有点害怕了啊，因为这个萨尼达斯。我看到那个评论啊，也有很多很可怕的事情啊，我就反而是这种什么安联啊，这种就全球大的企业啊，可能会好一点啊，因为真的就是你真的要去看病了，对吧？你碰到这种问题，你真的会很麻烦啊，很麻烦的。你去看看那个什么阿西萨啊，什么阿达拉斯啊那种啊，就真的是很可怕，那些保险的评价，就这种就谷歌评价只有什么2分3分的啊，就是一堆骂的人啊，真的吓死人。好吧，不说这些事情了啊，那么就聊聊今天的话题吧。今天啊，我主要想聊一下什么呢？就是我自己呃怎么就是治疗好我的抑郁症的这个话题。因为我之前呢，我有那个非常严重的抑郁症啊，那么后来呢，我就经历了那么多年吧，我认为我应该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了啊。那么原来呢，我也不想讲这个东西，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分享啊，可能还是一件比较快乐的事情啊。这点其实在就是治疗抑郁症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啊，我后面会说到。反正就是我认为分享是件很重要的事情，能够对别人有些帮助啊，或者有一些好处，对吧？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是一种心态上的啊。那么我大概这个事情是在7、8年以前吧，在7、8年以前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是我人生经历了一些挫折啊。那么之前的人生虽然也有些小的挫折，但总体来讲是挺顺利的。但7、8年以前，我经历了一个比较大的挫折啊，这个事情我没有碰到过，没有碰到过以后呢，当时人会有一点钻牛角尖啊，就脑子里面总会觉得什么呢？就是好像为什么这么不公平的事情，这么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啊？你就会觉得，因为人是这样的啊，就一旦遇到钻牛角尖的事情，比如说你被骗了一大笔钱啊，比如说你突然就是遭遇了什么变成残疾人了啊，或者说你突然就是遇到了一些这种好像你觉得对你来讲太不公平的事情，你就会不停的去思考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这其实就是钻牛角尖。而往往发生这样的事情以后呢，你就人就会我觉得就会失去自我，就会迷失了啊。那个时候我也是这样子的。我说一下症状啊，就首先就是没有胃口啊，就你什么东西你都不想吃，因为你人根本就觉得没有力气，就你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然后呢，头就会一直很疼啊，要不就是昏昏沉沉的，要不就是后脑勺就一直像这种脉搏跳动似的这样疼。这种疼是有节奏的，并且它会好像深入到你的整个头的这种深处的这种感觉，就疼的有时候你眼睛都睁不开啊，就这种。还有就是你整晚整晚的，就是睡不着啊，就半夜经常3、4点钟就人睡不着，然后就像正常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熬夜，对吧？你说你睡不着，你会去看看手机看看什么东西，或你玩游戏，或你看电影。
但是在那个时候睡不着，你是什么也不干的，就你就是睡不着，你就是好像躺在那儿想睡觉，但你又睡不着，就人有点直愣愣的啊。然后呢，就是你对别人啊，要不就是你不想去跟人家就是沟通啊，就比如说讲话啊，或者说你不想去接电话啊，你看到接电话声音你就很烦啊，或者看到边上有人说话你就很烦。要不就是你跟别人说话，比如说你身边亲近的人，对吧？啊，那你肯定要跟他说话呀。那可能你也不太想去回应别人，然后呢，如果去回应，你的语气也不会很好，然后你的脾气也不好，很暴躁啊。那我那个时候去就是医院啊，就是精神科啊，上海有一个专门看这种精神疾病的医院啊，在什么宛平南路600号。那个医院啊，就是我们平时会就是骂人什么的啊，会去开玩笑，开一些很恶心的玩笑，会去说人家啊什么你是不是从宛平南路什么600号放出来的，就这种话。但是没想到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我就真的去了，去了以后呢，我一进去啊，那个医院就楼上有一个很大个子的啊一个年轻人跳下来就跟我这样啊什么奥特曼射线打死你啊这种乱七八糟的，反正就跳下来。那个时候其实我的状态也已经非常差了，就是不说话，反正像个这种僵尸一样的感觉。但是我还是被他吓了一跳啊。然后呢，医生就给你做一些评估，会让你去先写那种就是电脑的这种问卷啊，就反正有几十题吧啊，你要去按照你当时的情况去选择。选择完以后呢，他再给你就是人工，就是他真人来跟你问答。他问你是问的很仔细的啊，仔细到什么程度呢？就包括你有没有性生活啊，你性生活是多长时间，你对性生活感不感兴趣，然后你吃饭吃多少啊，什么，反正就问的特别仔细，就拉屎拉尿他也要问你。反正我当时那个医生，我觉得他是很好的啊，因为我发生的事情呢，我跟他讲了以后，他好像也知道，他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呢，知道了以后呢，他就一直就安慰我啊，他就跟我大概聊了有1个多小时啊。他说我其实就是想让你多说话啊，他说你要把你的情况都说出来。然后呢，他就给我开了药啊，让我就回去。回去以后啊，约了几天以后再来复诊，因为就是他呢是一个主任医生，但是要评定你这个人是否非常严重的抑郁症状，需要2个以上的主任医生共同就是达成共识嘛。所以后来就是过了几天以后我又来了啊，又反正同样的流程差不多再走一遍。然后就是我就知道我成了一个重度的抑郁症患者，并且有什么躁郁症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而且这个医生跟我说的，他说你以后最好不要去告诉别人这件事情。他说可能你人生的路还很长啊，还有这个东西挺重要的。那么我当时呢，就是也不知道啊，所以我以为是不是找工作有这方面就不太好找，对吧？所以我也不知道啊，可能是这个意思吧。那后来呢，就是很漫长的一年一年啊，最后呢，我最终战胜了啊这个抑郁症啊，我现在又变成了一个很健康的人。那么说来也话长啊，但是我可以总结的大概说一下。首先呢，我觉得就是我那个时候，确实啊，就是我要不就不想跟人家说话，我要想说话，我就找一个人给他打电话，他妈的要打2、3个小时啊。后来呢，我就去玩了一个网络游戏，然后在那个游戏里面，天天就是跟人家 PK 啊。然后那个游戏我记得很清楚，还是个充钱的游戏啊。我在这个游戏上花了很多钱，就花了大概可以买一辆车的钱。然后我就在里面天天去 PK。但那个游戏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游戏里面有很多托
啊，就是这种，怎么说呢？就是一些游戏公司吧，他请了一些玩家，就是托，这些托呢，就是让你，就是怎么说，这就让你去充钱啊。比如说你去跟另外一个人 PK，PK 完你输了以后，这些托啊就会来说什么啊，反正就说一堆，对吧？然后他们呢，就是在带你打打以后，他会告诉你啊，你需要怎么充钱，然后呢，就让你有信心，让你有信心以后呢，你又再去那个 PK。那这些托呢，有一点挺好的啊，就是他们态度都很好，对吧？因为态度不好，怎么让你充钱嘛？所以呢，他们总会说一些啊，就是积极的话，让你好听的话，让你舒服的话，或者呢，就是说他们说一些这种非常低俗的啊，就让我现在觉得就是非常低俗、非常低级啊，但是又是怎么说，就是让你觉得很轻松的话，对吧？啊，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啊，其实都会在社会上都会有一些伪装啊，就伪装你自己，对吧？就可能你嗯、会干一些你自己不太想干的事情啊，比如说你去工作，可能你根本就不想去工作，你只想在家里面躺着，或者说你要去服务别人啊，但是可能你根本就讨厌这个人，或者说你根本讨厌这种服务别人的工作，但是呢，你不得不去服务，对吧？因为你要去赚钱。那么跟他们这些游戏的托在一起玩这个游戏呢，最大的一点就是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啊，我想干嘛就干嘛，所以我没有任何的顾忌啊。因为比如说你跟家里面的人，比如说我跟我父母说，我有这个病啊，我有什么什么抑郁症，他会觉得你吃饱了撑的，对吧？他觉得你这个人啊，就是像按照老一辈的人的看法，就是你太闲了啊，你没有吃过什么苦啊，你好像太空了，他们会这种态度的。或者呢，他们就会说啊，那怎么办呢？对吧？什么什么的，就那你去看呀，怎么，反正就会，就是说你很难，他很难做到一个很细心的啊，去诱导你。那么你身边的人呢，就比如说你老婆、你女朋友什么的，你去跟他说这个事情啊，其实身边的人为你付出也很多的。比如说你半夜一直睡不着，你也不能说你就把他敲起来，你跟他说啊，我们来聊天，或者说你跟他说你很痛苦什么的，因为这个东西就是真的就。如果你也得过这种病，你就会知道啊，就是说，只有你自己啊，就是你很清楚这个状态。你要跟别人说，你描述得再真实，但这个事情没有发生在他的身上，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理解，对吧？但你也不能说你把一个好生生的人，你把人家也给逼疯了，对吧？这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呢，你只能就是啊，我觉得玩这个游戏，好像它让我就是说真的好了很多。还有呢，就是当时我有一个网友啊，这个网友呢。我到今天我一直很感激他啊，因为他是没有毛病的，但是呢，他每天就陪我聊天，就语音啊，或者说反正就聊天，聊天就是什么怼天怼地啊，或者说什么啊，这些年就聊的少了啊，因为那个人他是一个小朋友，他比我差不多要小个接近15、16岁了啊，但是呢，就他很能聊，反正就聊的也是这种天马行空、乱七八糟的，对吧？啊，我们在一起更多的时间都是怼天怼地啊，怼空气，所以就是聊得也很欢快啊，也没有什么限制的。那聊啊聊聊聊啊，我就那段时间只要每天聊每天聊，那么我好像状态就好很多。那么他那个小孩呢，他也是，他有什么一些生活上的事情，他也会跟我聊啊，那也会跟我当时什么女朋友什么聊啊，就反正就我们几个人就一起拿个电话就在那边聊，就聊得嘻嘻哈哈的。这个每天聊每天聊啊，一天要聊很久。那个时间呢，也是好像就慢慢的一直在变化。这一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充分的啊去跟外界沟通，通过各种方式，这点是很重要的啊。嗯，第二点呢，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就你一定要做回自己啊。就像前面说的，我说为什么说分享很重要，因为就是在你得了抑郁症以后呢，就是往往就是你人会把自己封锁起来啊，
封锁起来以后呢，可能有些人他也很害怕人家知道他有这个病，对吧？所以他就不敢去告诉别人，他总是会把问题想得严重化啊，就他更把自己锁在一个自己的空间。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呢，一定要去跟人家分享，就你要做你自己。我从得了那个病以后啊，我就再也不想去做我不想做的事情，就一件也不可能啊！就我只干我自己想干的事情，就当然不影响别人的利益的，对吧？就不会损害到别人的。就比如说我这个工作我不想去做了，我就不去做了。你像以前，就是我那个时候，呃，很积极的去做摄影师啊，什么很卖力的时候，那我记得有一次啊，就是在过年吃年夜饭的时候，有一个客户跟我打个电话，他说那个呃过年夜饭，他们想看一下就是他们结婚的照片啊，他说你能不能就是呃把这个照片啊给我拿过来。那当时我是在徐汇啊，我在徐家汇那里啊，我在吃饭，我父亲啊、母亲啊什么吃年夜饭，然后这个人他是住在浦东的吧，在浦东东郊宾馆附近了，就有地理位置的话就知道这个很远，对吧？就打车过去啊，差不多都要接近1个多小时啊。然后我其实当然也不想去了，但那个时候就过年已经没有什么快递了。那我父亲就跟我说啊，他说你一定要去，他说你要把这个事业为重什么什么的，反正就跟我说一堆。后来我就去啊，来回反正也花了3个小时啊。那其实这种事情我是不想做的，对吧？可能我心里面也会有抵触啊，包括就是有很多拍摄，可能我并不想去的啊，就比如说，我拍过一些那种很商业、很商业啊，非常压力大的一些东西吧啊，但这些东西其实我并不想拍啊。就如果说不是为了赚钱，我根本就不想拍啊。但是为了赚钱，也很违背自己的就是心态啊，因为可能就是你要面对的东西啊，都是你根本就完全不想做的东西。所以呢，我得了抑郁症以后啊，尤其是那段时间以后，我就再也不做这种事情了啊。就我想去，包括到今天也是啊，就像我现在，其实按理说啊，我应该去完成上一次啊，我要去录制的。我说什么香港的什么股市为什么涨那么多，对吧？包括就是讲一讲最近的大盘的一些行情啊。我在上一个讲理财的这个视频以后啊，有一些网友就一直问我的，因为我之前说了那个英特尔公司，我会去买啊，会上涨什么，他们都看到英特尔最近涨得很厉害，他们都问我啊后续什么情况。本来我说我要去录个视频的，但是呢啊，就是因为我那个昨天吹风了，我头疼了，头疼了以后我就不想去想这些复杂的事情啊，所以这点很重要，就是你千万要顺着自己的心态去做事情，你就不要再去做就是逆着自己的这种事情，这个我觉得对你的病情会很重要的啊。最后一点呢，我想说说就是，家人的支持和帮助啊，嗯、就也不是说，就像我前面说到，我父母啊，就也不是说，他们觉得你这个病有什么重要，就他们呢，就好像一直是一种过来人的状态啊，他看你的人生，所以呢，就是你跟他们之间的沟通呢，也过去一直不是很顺利的，但是呢，这几年啊就不一样，就我发现后来就是我非常诚恳的啊，心态特别平和的去沟通，就之前可能我也会跟比如说他们去沟通，沟通到大家好像觉得不太能沟通的时候啊，我就会以一种怎么说发飙，或者说就是一种不好的口气结束对话啊。但这种情况其实往往是因为他们是你的父母，是你家里人，你可能去跟他这样讲。
如果是个外人，我觉得你可能自己就忍住了，你就不会去跟他一个外人这样讲，对吧？所以呢，后面那些年，呃，我是很心平气和去沟通的。那心平气和的去沟通如果不行，那我就选择这次不沟通了，我等到下一次，我再去心平气和的去沟通。那通过很多次的深入的沟通我发现就是他们也会对我的就是人生包括一些看法，他们会有改变的他们会有支持。比如说，就像我想移民，我想生活到西班牙来，我想到欧洲来啊，呃，他们虽然就是不像以前那么支持，但起码他们不反对了啊。要过去的话，他们肯定会，反正就先一大堆问题就先问住你了，对吧？首先说年轻轻的你为什么就这样闲着呢？你本来事业也挺好的，为什么就不去做了呢？你为什么？那你难道就一直这样子吗？一直老了怎么吗？反正他就会用他这种人生的姿态来看你但是后面我反复的去一次次讲我自己的想法他好像就是也能慢慢的也能够理解。那有了家人的一些支持这个对你的心态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家人对你是很重要的就他们对你的支持，其实就会让你觉得有温暖的感觉，对吧？当然了，还有就是你身边的人，比如说你的太太你的丈夫，或者说你的孩子什么的那我的身边的人对我的支持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他不会对你有很大的这种压力，让你有很大的要求，对吧？就很多事情他都会站在你的角度上去跟你沟通并且你生活当中呢，你不会有什么争执，也不会有什么争吵就他也知道你的情况。我说的是就是抑郁症那段时间那个情况，就是他会为你去考虑很多会为你去就是说呃就不会去争吵吧。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在那个阶段如果我受到一些刺激，或者说一些争吵就如果身边的人也不理解我，我再去争吵，那其实我觉得，就你人很容易去走极端，你人很容易到一个非常极端的状态要不就是越来越自我封闭，要不就是有的人都轻生了嘛，对吗？因为我觉得就那个时候，其实我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的什么感觉呢？就是对自我的价值会有一种怀疑，并且怀疑到很低，就你好像觉得人生都没有什么意义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不像我现在，就是我觉得，像现在是个阴天，对吧？我在家里面我录这个视频，可能这些视频也没什么人会看但我觉得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自己，我认为做这件事情有意义第二点呢，就是我比如说没事，我去买各种各样的咖啡豆，我在家里面品尝各式各样的咖啡，对吧？就说你觉得这个人生是很精彩的，是很有意义的或者说，外面太阳出来了我跑到外面去晒晒太阳，吹吹风，对吧？看看鸟看看大海你就觉得这个人生好像是很精彩的就你不会觉得没有意义，那种没有意义是很可怕的就哪怕你当时已经过得很好了就你对很多东西你就不感兴趣了，对吧？就像医生为什么要问你有没有性生活有没有什么呃吃的什么东西，他就要看你对这个世界是否还感兴趣啊。好吧，其实也真的过了那么多年了差不多有7、8年了我是一粒药也没有吃最终就是我度过了，我在变得越来越好终于就好像就我现在的心态包括我人的状态，比我过去就是读小学、读初中的时候还好就好像人生当中没有这么多的状态。比如说，其实我移民到这边来，我也会碰到很多问题我经常会埋怨，经常会
就是觉得有不好，这个很正常，对吧？就是说，如果你碰到问题你不埋怨，你不觉得这个不好，你一直憋在心里面，这才有问题，你知道吗？就所以我经常埋怨，但是我一直是以很乐观的情况来看的，对吧？就比如说移民，我觉得移得好我就移，移不好我就回去嘛，到哪里我都是人一堂，反正过得开心就行了，对吧？就你对很多东西你就没有那么多的要求，好吧？我乱七八糟的说那么多，谢谢大家。